认养一头牛官宣品牌代言人赵丽颖。1月22日，认养一头牛正式官宣演员赵丽颖成为品牌代言人。此次合作不仅是国民演员与新国民品牌的默契牵手，更是品牌产业深耕与代言人专业沉淀的精神共振。双方将一同继续诠释长期主义的价值。赵丽颖凭借20年稳扎稳打的从艺之路，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受风吹半夏多部深入人心的国民级作品和扎实的演技，赢得了跨年龄、跨地域观众的广泛喜爱。其专业、坚韧、不断精进的公众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2026年初热播的《小城大事》，进一步强化了他真切务实的国民认知。这与认养一头牛坚持12年深耕全产业链、稳扎稳打成长为新国民品牌的路径高度契合。认养一头牛表示，选择赵丽颖正是基于彼此精神内核的深度认同与信任，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奔赴。此次选择携手国民级品牌代言人，也是认养一头牛对自身产品力和品牌力的自信表达。数据显示，认养一头牛2025年营收已突破70亿元，相较于2024年超50亿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渠道方面，品牌在2025年多次登上主流电商平台常温乳制品、儿童奶等细分品类的榜单前列。线下网络覆盖全国近30个省级行政区，进驻永辉超市、大润发等全国型商超、盒马鲜生以及全家、罗森便利店等。扎实的市场表现得益于企业长达12年的全产业链建设。认养一头牛自起步就选择了先建牧场，后成立品牌的差异化路径。2014年，其首座现代化牧场便在河北故城建成，确立了从源头掌控品质的基调。目前其产业布局已具规模效应，全国10座奶牛牧场、4座肉牛牧场，奶牛存栏超10万头，肉牛存栏超3万头，奶源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牧场精细化管理的成效直接体现在生产效率上。2024年，其成母牛年单产达13.81吨，位列全国第2。配合自建的2座乳制品工厂和1座肉牛屠宰加工厂，认养一头牛实现了从养殖、生产加工到销售的一体化运营。认养一头牛的发展路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既扎根实体产业链，又与中国移动互联网消费生态深度融合。2016年品牌成立时，中国网民数量位居全球首位。移动互联网让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沟通渠道更加扁平化。基于全产业链建设和对用户的理解，认养一头牛构建了一套以用户需求为起点，贯穿牧场源头与消费终端的研发创新。例如，为了满足消费者对香醇口感、有机营养等细分需求，企业相继推出了娟山奶、黑土限定 A2 酪蛋白有机纯牛奶等。这些创新背后是上游奶源的持续反哺。在奶牛育种这一核心领域，企业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在胚胎干细胞间隙等前沿领域持续攻关。在市场规模超6500亿元、人均消费仍具有广阔增长空间的中国乳制品市场，消费需求细分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认养一头牛通过产业深耕与用户导向的创新，构建起覆盖常温奶、低温奶、奶粉、冰淇淋、牛肉等品类的立体产品矩阵，并延伸出儿童、高端、家庭、餐饮等多条产品线。沙利文报告数据显示，认养 Eat to Need A2 酪蛋白牛奶系列连续3年全国销售额第一，在细分赛道建立起优势。截至目前，品牌累计服务超过6000万购买用户及3800万会员，被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其产业厚度获得认可。认养一头牛表示，面向未来，认养一头牛的发展路径清晰而坚定。公司将继续深化全产业链布局，筑牢品质根基，强化数字化赋能，提升全链效率与用户体验。
持续研发创新，并依托产品创新，完善满足多元需求的立体化矩阵。这条以扎实产业基础为支撑的长期主义道路，将驱动认养一头牛稳步迈向更广阔的国民市场。在当下娱乐产业与商业品牌高度融合的时代，品牌选择代言人不仅是一种市场行为，更是一种价值观与精神气质的契合。认养一头牛官宣品牌代言人赵丽颖这篇报道，正是以理性与温度并存的方式，展现了一次极具代表性的双向奔赴。国民演员赵丽颖与新国民品牌之间的深度共鸣。赵丽颖20年来在演艺道路上的稳扎稳打，堪称行业典范。从早期的默默耕耘到如今的国民认可，她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了自身的专业与实力。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风吹半夏等作品深入人心，而2026年初热播的小城大事更让观众看到了她真切、质朴、贴近生活的一面。他所塑造的角色往往真实可信，带着普通人的烟火气，这种亲和力与可信度，正是国民演员的核心价值所在。报道中对赵丽颖公众形象的评价尤为精准、专业、坚韧，不断精进。她不依赖流量，不炒作话题，而是以作品立身，以时间沉淀口碑。正因如此，她才能赢得跨年龄、跨地域观众的长期喜爱，也成为品牌信任度的重要象征。认养一头牛选择赵丽颖，并非简单的商业合作，而是对其人格魅力与职业精神的高度认可。更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将赵丽颖的成长轨迹与品牌的发展路径进行类比，长期主义、脚踏实地、深耕专业领域。品牌12年坚持全产业链布局，从源头牧场到终端消费，体现了对品质的极致追求。而赵丽颖20年坚持打磨演技，同样展现了对职业的敬畏。这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使此次合作更具说服力与感染力。从传播角度看，这篇报道逻辑清晰，数据详实，既展现品牌实力，又突出代言人的公众价值，传递出一种健康、稳健、可信赖的时代气质。而赵丽颖的加入，无疑为品牌注入了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她代表的不仅是演艺实力，更是一种踏实奋斗、持续成长的女性形象，这对当代社会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综上所述，这不仅是一则品牌官宣新闻，更是一段关于长期主义的生动注脚。赵丽颖用作品赢得尊重，用时间积累信任，她的职业态度与人格魅力，使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演员。相信在未来，她将继续以实力书写属于自己的演艺篇章，也将与品牌一道，传递更具价值感与温度的中国故事。小城大事原著作者赵丽颖演的李秋萍充满朝气。创作报告文学要一点点勾勒，一点点理顺的在读懂人物之后才能下笔。近日，鲁迅文学奖得主、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如是说道。他也是热播剧《小城大事》的原著作者。该剧改编自朱晓军创作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自开播以来，有关内容、热度等方面的多个话题登上热搜。该剧改编效果如何？身为原著作者，有哪些追剧感受？报告文学创作有哪些诀窍？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朱晓军对上述问题一一做出回应。改编抓住原著的魂，我很满意。提到电视剧《小城大事》，朱晓军给出了上述回答。电视剧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改动比较大的地方，是能理解的。双引号，他坦率地告诉记者，在没看到剧情之前，心里多少有些忐忑，总担心会有大改大动，导致故事距离真实的东西相对有点远。追剧之后，心彻底放下了。没想到编剧编成这样，演员演成这样。他很认可这次改编，剧中有很多源自真实情况的内容，但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将其进行细致拆解后，再一点点重新编织起来。所以，在追剧的过程中，人物、
剧情等很多方面的细节，总会给朱小军带来一些惊喜，令他想到那些真真切切存在的人和事。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剧中李秋平有个画图的情节，朱小军说，原著里的谢方明也是如此。谢方明是一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绘图能力很强，为原著中龙岗的建设出了很多力。角色塑造的如何，往往会影响到一部剧的质感。在他看来，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身上有一股朝气，有想法且脚踏实地，自主意识非常强，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作为一名干部，郑德成很有群众基础，有头脑，有担当，又充满热情，包括县委书记等人在内，演员们演得都很好。朱小军认为这次改编很不错，基本抓住了原著内容的魂。报告文学怎么写？说起来，如今距离中国农民城的首发已经差不多过去了4年时间。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以浙江龙岗的发展为主线，全面讲述了几个小渔村成长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真实历史。提到创作过程，朱小军至今记忆犹新。2019年11月，他动身前往龙岗，准备写一写这里的故事。得知我是作家，龙岗当地有很多人来找我，分享自己的故事，也积极帮我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双引号。为了尽可能还原龙岗的发展历程，朱小军进行深度调研，采访了近100人，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花了大约2年时间完成书稿。这是我写作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创作，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他曾如此总结道。提及报告文学的创作方法，朱小军分享了创作中国农民城期间的故事。他认为，写报告文学需要细心和耐心，采访时一定要注意甄别内容，尽可能避免误差。当时采访录音非常多，里边又有好几种方言，再加上受访人的记忆可能出现偏差，我就一点点耐心整理、核对，找出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反复采访，争取弹出细节。他说，这个过程花费了朱小军大量精力。在采访过程中，他也发现很多当地人头脑灵很活，有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如果遇到问题，他们第一时间想的是怎么把这件事尽力做成。双引号。他将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写进中国农民城，在文中塑造了许多鲜活的角色。朱小军认为，报告文学的写作是不一样的，采访调研必须扎实，内容要一点点勾勒，一点点理顺，读懂人物之后再下笔。双引号。在影视传播语境中，赞美从不稀缺，但并非所有赞美都具有同等分量。围绕电视剧《小城大事》中赵丽颖的表演，来自原著作者朱小军的评价之所以显得尤为重，正在于其身份、立场与专。首先，从评价主体来看，原著作者是人物最初的创造者与理解者。《小城大事》改编自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其人物原型来源于大量真实访谈与田野调查。朱小军在创作过程中采访近100人，反复核实细节，对人物的精神气质、行为逻辑与时代背景有着极为深刻而具体的把握。因此，他对角色塑造的判断，并非基于观感层面的好恶，而是基于是否贴近真实、是否还原精神内核的专业衡量。相比之下，娱乐媒体的评价更多停留在传播与舆论层面，侧重演员人气、话题度或情绪感染力，其语言往往具有宣传属性与即时性。它们当然有价值，但缺乏对原型人物与文本深层结构的理解。正因如此，当朱小军明确表示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充满朝气、有想法且脚踏实地，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的精神面貌时，这种肯定具有一种文本对位的意义，即影视形象与文学原型在精神层面达成了高度一致。其次，从创作伦理来看，报告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本身就面临真实与戏剧化之间的张力。原著作者往往对改编保持谨慎甚至焦虑。
朱晓军在采访中坦言，起初也曾担心电视剧会改得太远，而在完整追剧之后，他不仅放下顾虑，还给予高度评价，说明该角色的塑造真正经受住了原作者的检验。这种被原作者认可的表演，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尤为难得。具体到李秋平这一形象的比较，可以发现赵丽颖的演绎并非简单复制原著人物，而是在忠于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影视化的深化。原著中的人物更偏向群像中的一员，其特点在于理性、务实、行动力强，代表了一代敢闯敢试的青年知识分子。而电视剧中的李秋平，在保留这些核心特质的同时，被赋予了更鲜明的情绪层次与个体表达。赵丽颖的表演强化了李秋平身上的潮气感与生命力。这种朝气不是浮于表面的热血，而是一种在现实条件下依然保持主动思考、持续行动的内在能量。他的眼神、语气与肢体表达呈现出一种既理想主义又高度现实的状态，与原著中敢为人先、脚踏实地的人物精神高度契合。可以说，赵丽颖并未削弱原著人物的真实厚度，反而通过细腻而克制的表演，让文学形象在影像中获得了更强的可感性。这正是朱晓军所强调的，改编抓住了原著的魂。综上，原著作者的肯定之所以重，并非因为其言辞夸赞，而是因为这种评价建立在真实、专业与长期观察之上。而赵丽颖对李秋平的塑造，正是在这一严格标准下，完成了一次成功而有分量的转化。这种认可，远比任何娱乐话语更具说服力，也更值得被记住。反转，赵丽颖小城大事被嘲扑街，央视收视破纪录，平台热度打脸质疑者。2026开年剧圈第一波反转来的猝不及防。赵丽颖领衔的年代剧《小城大事》开播极限冰火两重天的争议，一边是部分网友吐槽热度不够、体感不爆，甚至直言扑街预定；另一边却是央视收视破纪录、平台热度飙升的亮眼数据。这部剧到底是真扑了，还是被流量及爆款的偏见误解了？答案其实藏在实打实的硬数据里。用数据说话，小城大事的抗打力简直藏不住。开播仅10分钟，酷云实时收视率就直接破 2%， 首集峰值更是冲到 2.6%， 一举登顶全频道榜首，直接创下2026年央视开年剧的收视纪录。要知道，央视平台的受众基本盘以成熟群体为主，收视数据的含金量向来实打实，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足以证明剧集的国民度和吸引力。网络端的表现同样不容小觑，在腾讯视频开播20分钟，热度就飙升至2万，成为平台年度最快破2万的新剧。更厉害的是，双端预约量早在开播前就突破200万，直接刷新了年代剧的预约记录。广告招商数据更是印证了市场的信心，22个品牌扎堆入驻，集均广告时长创下年代剧新高。这些硬指标，随便拿出一个都不是扑剧该有的待遇，难怪有网友调侃，这要是算扑，那内娱一半的剧都得算胡川的心。争议的核心其实集中在口碑的严重分化上，好评方几乎把这部剧的年代质感和创新表达夸上了天。实景搭建的80年代供销社，墙上的手写标语，极具年代感的服饰道具，每一个细节的还原度都拉满，让人一秒穿越回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年代。赵丽颖的突破更是让观众惊喜，为了贴合基层干部的角色，她剪掉了留了5年的长发，全程素颜出镜，黝黑的皮肤，利落的行事风格，被网友称为课本级还原。黄晓明也实现了成功转型，减重15斤塑造的糙汉书记，褪去了以往的油腻感，多了几分乡土气息。更难得的是，剧集用轻喜剧的调性搭配农民集资建成的宏大主题，让主旋律故事摆脱了枯燥说教，多了满满的生活烟火气。老戏骨们的群戏更是被夸每一帧都有生活质感，而差评的声音则精准聚焦在剧情节奏和表演细节上。
部分观众觉得首集剪辑过于跳跃，刚交代完背景就切入主线，铺垫不足导致代入感不强。还有人认为赵丽颖的演技偶有用力过猛之感，某些情绪爆发的场景显得刻意。黄晓明的表演也被指套路化，虽然外形贴近角色，但眼神和神态里还是能看到以往角色的影子，与角色脱节。其实这种分歧的本质是观众对现实题材的期待差，有人期待的是硬核的现实冲突，紧张刺激的剧情张力，却没想到看到的是轻喜剧化的叙事风格，自然会产生心理落差。至于网友吐槽的热度不够，更像是当下剧集市场流量及爆款的偏见在作祟。如今的影视圈似乎只有频繁上热搜，短视频平台全是相关片段才算得上爆。但小成大事走的是另一条路，它没有过度依赖热搜营销，也没有刻意制造话题点，而是靠扎实的题材、精良的制作和演员的用心演绎吸引观众。这种慢热型爆款或许前期的体感热度不高，但凭借过硬的品质，往往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后续口碑发酵的空间极大。这背后其实也反映了台网受众的鲜明差异。就像此前酷云数余的收视报告显示，台播剧的核心受众以40岁以上群体为主，他们更偏爱年代、家庭等现实主义题材，看重剧集的叙事厚度和生活质感。而网络平台的核心受众是18至29岁的年轻人，更青睐悬疑、古装等强情节题材，热度发酵高度依赖短视频的二次传播。小成大事恰好精准击中了台播剧受众的喜好，却没能快速适配年轻网友的观剧习惯，这才导致了收视爆弹体感不火的矛盾现象。放眼全球影视市场，现实题材的创作分歧其实是共性问题。无论是好莱坞聚焦社会议题的现实作品，还是日韩的本土生活剧，都曾出现过叙事风格争议。有人偏爱强冲突的戏剧化表达，有人则喜欢细腻舒缓的生活流叙事。而小成大事的尝试，其实是用轻喜剧的方式解构主旋律题材。这种创新本身就伴随着争议，但也为现实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目前剧集才刚开播，后续随着农民集资建成的主线逐步展开，真实事件改编的厚重感会慢慢释放，口碑大概率还会迎来新的提升。毕竟，好的作品从不缺被发现的机会。你看了小成大事吗？围绕电视剧《小成大事》，近期舆论场中出现了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评价声音，一类是以反转为标题，以收视率与平台热度为核心论据的市场分析型报道；另一类则是原著作者朱晓军从创作立场出发，对改编质量及演员表演所做出的专业肯定。两种评价都在为作品证明，但其分量与价值却并不相同。首先，从评价逻辑上看，反转型报道主要依托客观数据建立话语权。该类文章通过央视收视破纪录、平台热度、广告招商等指标，证明小成大事并非所谓扑街，而是在台网双端都具备相当的市场接受度。这种评价方式的优势在于直观、有说服力，能够迅速反击体感不火等于失败的舆论偏见，属于典型的行业与市场维度判断。然而，其局限也同样明显，数据只能证明被看见和被选择，却无法完全说明作品在艺术表达和人物塑造层面是否成立。因此，这类报道更多解决的是值不值得被否定的问题，而非拍得好不好，演得对不对。相比之下，原著作者朱晓军的评价则属于创作源头的专业认证，其重恰恰体现在不可替代性上。作为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的作者，他既是故事的记录者，也是人物精神的提炼者。其作品基于大量真实访谈与长期田野调查，人物并非虚构符号，而是现实个体的浓缩表达。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对改编剧是否抓住原著的魂，演员是否演到人物骨子里的判断，天然具有权威性。当朱晓军明确指出赵丽颖饰演的李秋萍充满朝气有想法，
脚踏实地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的精神面貌时，这并不是情绪化的赞美，而是一种文本与影像之间的对位确认。这类评价直接回答了现实题材创作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否真实，是否尊重原型，是否传达出时代精神。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赵丽颖为何如此适合现实主义正剧，答案变得清晰。首先，她的表演气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现实落点。赵丽颖并不依赖外放的情绪宣泄或戏剧化的表演技巧，而更擅长通过细节、节奏与状态塑造人物。无论是外形上的去明星化，还是表演中的收敛与克制，都使她更容易融入具体社会情境，而非凌驾于人物之上。其次，她在角色选择上始终呈现出清晰的价值取向，关注普通人、结构性现实与时代变迁。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受到风吹半夏，再到小成大事，她不断向现实纵深推进，塑造的多是被时代推着向前，却依然保持主体意识的女性形象。这种连续性使她在现实题材中积累了高度可信的角色信用。更重要的是，赵丽颖具备一种现实主义正剧极为稀缺的品质，既能承载宏大主题，又不牺牲人物的日常质感。在小成大事中，她所呈现的李秋平并非口号式的先进代表，而是一个会犹豫、会权衡、会在现实条件中寻找解法的行动者。这种不悬浮的表演，正是现实题材最需要也最难做到的部分。因此，如果说市场数据证明了小成大事站得住，那么原著作者的认可则证明了赵丽颖演得对。而正是这两种评价体系的叠加，使得她在现实主义正剧领域的适配度显得愈发稳固而清晰。这也许正是赵丽颖近年来转型路径的真正价值所在，不是追逐即时热度，而是在长期创作中建立起一种经得起时间与专业双重检验的演员形象。赵丽颖突然换头像，全网炸了。这一换，10年光阴全出来了。赵丽颖最近又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登上了热搜。这并非一件轰动天下的大事，而只是她将社交平台的头像换成了一张自己在新剧《逍遥》里饰演岁梦仙君角色的剧照。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却引发了网友们的疯狂讨论。照片本身确实颇具冲击力，她与大家通常印象中的那个甜美、清新的赵丽颖大相径庭。画面中，她穿着一袭玄黑长袍，赤红的瞳孔，眉心点缀着一颗朱砂印，整个人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暗黑魅力。仅从这张剧照来看，仿佛能感受到一股压迫感从屏幕那头传递过来，令人不由得屏住呼吸。一些人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给角色造势，提前为新剧预热。也有人猜测，这是否是角色下线后的告别仪式。不管怎样，能让赵丽颖亲自更换头像来纪念一个客串角色，这个小小的举动本身就充满了意味深长的信号。在了解了这个岁梦仙君角色之后，我们更加明白其中的深意。他的身份是一位师尊，表面上悬壶济世，实则在背后暗中操控三界。因为过于执着，最终他迷失自我，堕入魔道。这个角色堪称典型的美强惨，而且还带有一些疯批的特质。如今，复杂且富有反转的角色正是观众最喜爱的类型，而赵丽颖恰恰完美契合了这一角色的魅力。她的反差演绎令人惊艳。10年前，赵丽颖在《花千骨》里饰演那个眼睛清澈、单纯无邪的小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现在，她能够演绎一个眼神就能让人汗毛直立的师尊角色，展现了她演技的成熟与深度。这10年，她的演艺之路走得又稳又狠，越走越宽广。更让人意外的是，赵丽颖接下这个客串角色，竟然是为了还人情。导演徐纪周与她曾有过合作，这一次她几乎是以零片酬的方式参与进来，帮助制作团队。她不仅仅是出镜，还亲自参与了服装造型的设计和建议，表现出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高度投入。
从这点来看，他对每一个角色、每一场戏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心血。在他的热搜引发热议之际，他主演的另一部剧《在人间》也即将播出。在这部剧中，他饰演一名基层干部李秋平，与逍遥中的仙侠角色截然不同。从暗黑的仙侠题材到现实主义的基层故事，赵丽颖展现了她表演的广度与深度。近年来，赵丽颖的步伐越来越大，演技也愈加成熟。《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展现了她扎根基层的韧劲。前不久，陈可辛导演的电影《酱园弄》在戛纳电影节亮相，她在其中饰演的王谢和一角，也让人看到了她在电影领域的潜力与可能性。再看看今年出的《与凤行》，这部剧再次证明了她在古装剧中的统治地位，观众的喜爱从未离开过她。赵丽颖似乎天生就与观众之间有着天然的默契。如今大家都在说内娱圈浮躁，很多演员演戏似乎像走过场，然而赵丽颖却总有些轴。为了拍《风吹半夏》增肥，拍《幸福到万家》提前去农村体验生活，而现在为了一个客串角色，连头像都要换成角色的剧照。这种做法似乎有些老派，正是那种将角色融入生活，沉浸其中再走出来的方式。他这种专注与投入，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你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们都能看得见。所以这个小小的换头像的举动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绝非偶然。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那张照片，更是赵丽颖对自己职业的敬畏和对角色的诚意。在这个热搜更新频繁的时代，演员的真诚反而成了最稀缺、最打动人心的品质。赵丽颖换头像这件事本身并不算什么大新闻，娱乐圈每天都有新物料、新话题，一个演员换一张社交平台头像，按理说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但偏偏这一次讨论却炸开了锅。原因不再换，而再换成了什么？那是一张来自新剧《逍遥》的剧照，玄黑长袍，赤红眼眸，眉心朱砂，一眼看去几乎很难把她与大众记忆中那个清甜柔和的赵丽颖联系在一起。画面里没有讨喜的笑容，只有冷冽、克制与压迫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惊讶，随后才意识到这种反差并不是造型带来的，而是时间带来的。如果把时间拨回10年前，观众记住的赵丽颖是《花千骨》里那个眼神清澈、情绪外放的小谷。那时的她，角色的情感是明亮的，表演方式也是直给的。而如今，逍遥中这个名为岁梦仙君的角色却复杂得多，表面济世，内里执念深重，理性与失控并存，美、强、惨交织，甚至带着一点疯痍。这样的角色对演员的控制力与分寸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更值得玩味的是，这是一个客串角色，没有戏份优势，也并非个人作品中的重头戏。但赵丽颖依然选择用换头像的方式，认真地为他留下些什么。这种看似有些老派的做法，反而显得格外动人。它不像精心设计的营销，更像是一种对角色的纪念，一种演员在走出角色前的告别仪式。这种态度其实贯穿了他近几年的创作轨迹。为了风吹半夏增肥，为了幸福到万家提前下乡体验生活，从仙侠到现实主义，从主角到客串，他始终在做一件事，让自己贴近人物，而不是让人物服务于形象。在一个讲求效率与曝光的行业里，这种投入显得不够聪明，却足够真诚。也正因如此，这次换头像引发的共鸣，并非来自那张照片本身，而是来自观众的潜意识判断。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演员在10年时间里，如何一步步从被记住的角色，走向值得信任的演员。所以，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视觉反转，也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话题。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演员的成长轨迹，从明亮走向深沉，从外放走向内敛，从被角色塑造走到能够驾驭角色。当热搜不断更替，
话题迅速过期的时代里，真正能留下痕迹的，往往不是最热闹的那一刻，而是那些被时间反复验证的选择。赵丽颖换头像引发的讨论，恰恰证明了一点：观众记住的从来不只是造型，而是她对演员这份职业始终如一的认真。丁子俊支持赵丽颖小成大事，每个作品都是一场修行，妹妹太棒了。1月19日，赵丽颖工作室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条新动态，充满活力地迎接了周一的早晨。周一早哇，戴好头盔，坐上秋萍镇长的后座，准备出发。这种俏皮的语气，仿佛让人看到了颖宝那份乐观与愉悦的心情，迎接新一周的挑战和机遇。在接下来的帖子中，赵丽颖的粉丝们纷纷表示，她已经坐上了李秋萍镇长的后座，准备随她一起骑行越海。大家都兴奋地提到，戴着红色头盔的李秋萍镇长不仅帅气可爱，赵丽颖一边品味咖啡，一边认真聆听导演的讲解，专注的神情简直让人心动不已。赵丽颖那双大眼睛仿佛会说话，每一次的目光交汇都让人感受到她的认真与温暖。不得不说，《小成大事》这部剧的热度真的是出乎意料的高。截至剧集播出第9天，全网有效播放量已经突破2亿，而距离上一回突破1次播放，仅仅过去了3天。显然，《小成大事》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剧情紧凑，观众们的热情也愈加高涨。如此一来，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好的剧情才是吸引观众的王道。剧集的热度不仅在播放量上大放异彩，腾讯视频站内的热度也突破了27000，真是风头无两。随着剧情的逐渐展开，越来越多的观众被剧中的情节所吸引，纷纷加入了小成大事的冠剧大军，热情飙升。这一切的好成绩都离不开剧中每个精彩的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出色表现。李秋萍、高雪梅、莫妮卡和王丽丽这几位不同性格的女性代表，展现了女性间强大的互助力量。她们勇敢追梦，坚韧奋斗，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同时，赵丽颖的新剧也得到了不少圈内大哥的支持。1月19日，丁子俊发文表达了对赵丽颖新剧《小成大事》的肯定，每个作品都是一场修行，妹妹太棒了。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对赵丽颖的赞赏与鼓励。每一次当赵丽颖有新作品上线时，丁子俊总会发文为她加油助力，正如他在电影《向阳花》上映时所说，一部看得让人心疼的电影，赵丽颖又一突破。还有电视剧《与凤行》开播时，丁子俊也亲自发视频为赵丽颖的华丽转身打 call。 可见在他们的关系中，支持与祝福从未间断。丁子俊不仅关心赵丽颖的作品，他还经常在赵丽颖的重要时刻送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当赵丽颖荣获飞天视后时，丁子俊毫不吝啬地写道：“为你感到无比骄傲。”每年赵丽颖的生日，他都会第一时间送上祝福，祝妹妹生日快乐，永远平安喜乐。这些温暖的文字，仿佛是他对赵丽颖的深情表达，也展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兄妹情谊。在大家眼中，赵丽颖是飞天金鹰双料视后国民女演员，但在丁子俊眼里，她依然是那个亲切的妹妹。每到6·1儿童节，丁子俊总会发文给赵丽颖送去节日的祝福，哪怕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赵丽颖6·1儿童节快乐！这种哥哥对妹妹的宠爱，让人感动不已。不仅如此，赵丽颖也一直在为丁子俊的电影加油助力。之前，她在抖音上发布了丁子俊导演的电影《里奇不眠夜》的预告片，许多网友看到时还觉得很困惑，后来才知道赵丽颖是在为丁子俊的新电影宣传。赵丽颖总是那么暖心，关心身边的人，毫不犹豫地为他们提供支持。而丁子俊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家人，哥哥会努力不懈，一步一脚印向理想迈进。他们的友谊由来已久，从拍摄《追鱼传奇》和《妻子的秘密》开始，他们便一路携手同行，彼此支持，
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与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友谊变得更加深厚，也越来越让人感动。哥哥妹妹之间的情谊是如此温馨，也让人心生向往。从丁子俊提到的小城大事剧情来看，剧集的发展也充满了紧张感。谭光明镇长遭遇抢劫，身受重伤，而凶手竟然是郑德成书记的侄子郑志强。一场关于亲情、责任和爱的斗争即将展开。此外，还有解春来和高雪梅因为合同问题发生的矛盾，郑书记的胆结石手术等情节，让剧集更具悬念与看点。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李秋平镇长，无疑是最亮眼的存在。她成熟稳重，理智冷静，面对困难从不退缩，展现出了作为一名女性干部的强大韧性与担当。在剧中有一段话，深刻地体现了她的精神：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会管。她的坚定与决心，给了观众无尽的力量。作为一名普通观众，看完这篇关于丁子俊力挺赵丽颖小成大事的报道，我最大的感受不是明星互夸，而是一种被作品和演员态度慢慢说服的踏实感。现在的娱乐新闻太容易流于热搜和噱头，但这篇文章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刻意制造冲突，而是通过数据、作品反馈和业内同行的真实态度，让观众重新审视《小城大事》这部剧，以及赵丽颖在其中的表现。说实话，《小城大事》并不是那种第一眼就炸的剧，它没有强情节反转，也没有流量式的刺激点。但随着剧情推进，观众会发现，这是一部越看越稳、越看越有分量的作品。文章中提到，全网播放量在短时间内突破2亿，平台热度持续攀升，这本身就说明观众不是被营销拉进来，而是被剧情和人物留下来的。而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正是这种慢热型魅力的核心所在。她不是高声呐喊的英雄型人物，而是一位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基层干部，冷静、理性、克制，却在关键时刻绝不退让。那句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会管，没有煽情的配乐，却让人记住了很久。作为观众，我能感受到这不是演出来的态度，而是一种被角色内化后的坚定。文章中丁子俊的评价其实让我印象很深。每个作品都是一场修行，这句话说的并不华丽，却很有重量。它不像娱乐媒体常见的夸赞，更像是一位同行对另一位演员职业状态的认可。尤其是结合过往他多次在赵丽颖重要节点为他发声，这种长期稳定的支持，本身就说明赵丽颖在业内的口碑并非一朝一夕。作为观众，我们或许看不到拍摄现场的细节，但能看见演员在作品中的状态。赵丽颖的李秋平让人相信她真的理解基层，理解责任，理解管这件事意味着什么。这种信任感是演技最重要的成果。这篇报道打动我的地方，还在于它让人意识到，好演员不一定靠热搜证明自己，好作品也不一定靠喧闹出圈。小城大事正在用自己的节奏被更多人看到，而赵丽颖也在用一次次踏实的选择，证明她为什么能在现实题材中站得住。或许正如文章所传达的那样，修行型演员走得慢，但走得远。而作为观众，我们愿意陪她一起走下去。赵丽颖的破戒蜕变，戏里戏外百变切换，通透人生智慧选择。央视开年大剧《小城大事》目前正在热播，收视率一路飙升，酷云收视率创下 2.7% 的新高，打破纪录登顶。欢网实时收视峰值更是突破 3.6%。CSM 全国网也位居同时段电视剧收视第一，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值更是突破27000。与之相关的话题，赵丽颖、李秋平累计阅读量突破6亿，连续多次登上微博热搜和抖音热榜前列，话题关注度可见一斑。作为剧中的女主角，赵丽颖这一次在《小城大事》中饰演的是扎根80年代贪图的基层女干部李秋平。
这个角色不仅让她在出道20年的演艺生涯中再次刷屏热搜，还通过她在 2026年2月刊的专访，展现了她比角色更深邃、更动人的人生洞察。全新形象，演绎基层干部，解锁克制型女主。谁能想到，曾凭借仙侠、古装剧惊艳观众的赵丽颖，这次扎根于年代剧的土壤，用真实的演技诠释了一位新时代女性的坚韧与智慧。从建村到建厂，再到建设现代化城市，她在剧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接地气的基层干部形象。在这部2026年央视的开年大剧中，小城大事改编自朱晓军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它讲述了李秋平在没有依赖国家1分钱的情况下，带领群众在荒芜滩涂上建设现代化城镇的感人故事，真实再现了农民自建城的历史。这部剧的幕后班底可谓强大，由庆余年的导演孙浩和大江大河的编剧袁克平领衔打造。开播以来，凭借其独特的题材和视角，引发了大量关注。它更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剧目，拥有扎实的内容基础和制作保障。从剧集本身的质感到充满温度的剧情，都让观众感同身受，展现出年代剧应有的真实感与感染力。剧中的李秋平是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女性，她决定扎根基层，穿上整洁利落的工装，那一刻仿佛带领观众穿越回那个敢闯敢拼的80年代。与赵丽颖以往所饰演的爆发力强烈的角色不同，李秋平的魅力正是在于她的克制。面对群众的质疑，她不卑不亢；遭遇困境时，她冷静应对。她的温和背后蕴藏着强大的力量，完美展现了基层干部的沉稳与坚韧。赵丽颖通过生活化的眼神和动作，将基层工作者的真实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她自己也坦言，这个角色会让大家丢掉对我的一部分刻板印象。在打磨角色的过程中，她的兴奋感堪比矿工挖到金子的喜悦。而正是这种贴近生活、脚踏实地的演绎，使得《小城大事》成为了一部越看越有吸引力的剧集。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作为粤海建设的领头人物，是连接基层发展与时代前沿的重要枢纽。在改革的历程中，她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人。复古大片秀腹肌，85花时尚感再升级。如果说剧中的赵丽颖是那位扎根土地的实干家，那么戏外的她则是复古光影中的优雅女王。在 L2 月刊的封面大片中，下的岁月沉淀下的优雅与美感，两组反差感十足的造型展现了她的多面魅力。Carven 的白裙自带时光滤镜，风者流转间尽显清冷的故事感，而 Ayla 的黑裙则带着利落与力量感。赵丽颖罕见地展现了紧实的手臂和清晰的马甲线，这一幕引发网友热烈称赞，纷纷称她为自律勋章天花板。浪琴腕表的点缀恰到好处，完美融合了法式优雅与健康力量感，展现了她多元的时尚态度。赵丽颖那柔美的容颜下，潜藏着强大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被伦勃朗式的光影交织精准捕捉。在镜头下，她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从容与笃定，无需炫技，只靠那份沉静与自信，便能深深打动观众。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明星登峰，更像是赵丽颖将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智慧内化成了独特的时尚质感。停工半年回归，重塑自我，用长期主义深耕表演。在戏内戏外切换自如的背后，是赵丽颖对于人生深刻的理解和智慧。在 L 的专访中，她首次公开了自己在2025年小城大事杀青后的半年长假经历。这样的敢慢下来的勇气，在这个流量至上的娱乐圈里显得尤为珍贵。在这段时间里，赵丽颖完全卸下了演员的身份，成为了妈妈的女儿和儿子的母亲。她骑车晒太阳，研究平台充值的门道，甚至为了更好理解儿子喜欢的小卡而主动补课。她从一个小小的细节中顿悟，孩子长大，家人老去，都是转瞬即逝的事，陪伴才是最珍贵的。她陪儿子一起挑选地球仪时，
也为自己买了一个，计划将10几年来的相册打印出来，逐一讲给儿子听，讲述自己的过往，尽力把陪伴是爱最理想的形式践行到底。出道20年，赵丽颖一直在探索不同风格的角色。当许多演员依然停留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时，她早已通过长期主义扩展了自己的角色边界。从《陆贞传奇》中的宫廷女官，到《花千骨》中的仙侠少女；从《风吹半夏》中的创业女王许半夏，到第20条中的残障母亲郝秀萍，再到如今的基层干部李秋萍，赵丽颖的每个角色都鲜活、独特，跨越古今，尽显多面才华。她曾说过：“农民相信劳作，我对角色也有这份信任。”这份对表演的敬畏与执着，使她在暂停中积蓄力量。她将这段长假比作是进场大维修。她深知，如果不生活，又怎么能演出活生生的人？她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将生活中的点滴滋养为她表演的力量，而这正是她作为演员生命力的源泉。在展望未来时，赵丽颖谈到她的愿望，愿所有人都能在马年找到属于自己的伯乐。而她自己早已通过不同的角色打破标签，以生活的沉淀为内核，成为了一个既能驾驭多元角色，又能掌控人生节奏的千里马。在如今的娱乐新闻里，演技好突破自我早已成了高频词。观众看得多了，反而本能地产生怀疑，这是角色本身的力量，还是宣传话术的堆叠？但这篇关于小成大事的文章，却意外地让人放下了戒备。他并没有急着证明赵丽颖有多厉害，而是一步步解释为什么她适合李秋萍。首先，文章对角色的描述并非情绪化的赞美，而是精准地抓住了克制这一关键词。李秋萍不是靠高光台词和戏剧化爆发推动剧情的女主，她的力量来自判断、执行与长期坚持。这种人物一旦被演得用力过猛，就会失真；而一旦演员掌握不好分寸，就会显得空洞。文章反复强调赵丽颖在表演中的收敛、稳定、不动声色，其实是在向观众传递一个重要信号，这是一种对角色本质的理解，而不是表演技巧的展示。其次，文章并没有把李秋萍当作一个励志符号，而是将它放回具体的时代与结构之中。80年代，贪图基层建设，没有国家拨款的现实条件，这些细节不断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必须脚踩泥土的人物。而赵丽颖以生活化的眼神、动作和节奏进入角色，让人物的行为看起来是被现实推着走的，而不是被剧情安排的。当角色的逻辑成立，观众自然会相信他的选择。更关键的一点在于，文章巧妙地把戏内的李秋萍和戏外的赵丽颖放在同一条价值线上。他在采访中谈到停工半年，回归生活，重新感受陪伴的重量。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塑造某种完美人设，而是解释一种节奏选择。他为什么此刻能够演出一个沉稳、耐心、懂得取舍的基层干部？当演员的生命状态与角色所需要的气质相互印证时，表演的可信度便自然生成。文章之所以有效，还因为他没有回避赵丽颖的过往。从仙侠、古装到现实主义题材，从情绪外放的角色到如今内敛的李秋萍，这种转变并没有被包装成华丽转身，而是被解释为长期积累后的自然结果。观众看到的不是一次突然的进阶，而是一条清晰的成长轨迹。也正是在这里，这篇文章与许多娱乐稿件拉开了距离。它并不试图说服观众你应该被感动，而是通过角色逻辑、创作态度与生活选择，搭建起一个完整的信任链条。于是，观众相信的不只是赵丽颖在小成大事里的表演，更是她为什么能够站在这个位置，去演这样一个人。在一个表演常常被剪辑、被话题、被热搜替代判断的时代，这种让角色自己说服观众的方式，反而显得格外稀缺。而这或许正是这篇文章最有力量的地方。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